爸爸，最近呢，美国公布 CPI 数字7.7%，有见顶回落的迹象。那我们投资股、债、汇、房和黄金的策略有没有需要改变呢？美国最新公布的 CPI 7.7%，比预期的要低，而且我们看到从7月份9.1%连续4个月往下跌，美国的通胀真的受控了吗？美联储会不会因为这样放缓加息，或者甚至是转向变成降息呢？未来还会不会有经济衰退？而我们应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？今天我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几个基本的概念，然后分享一下我对楼市、股票、债券、汇市和黄金投资的看法。那大家一定要留着，肯定会收到干货满满的咯。大家好，我是七爸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能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提升回报。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第一时间可以收到我视频上传的通知啦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美国的通胀在10月份回到7.7%，美国的股市马上往上涨，而且带动的全世界的股市也反弹了。那到底是不是之前那个熊市结束了呢？现在是不是投资的好的机会呢？未来应该怎么样去投资？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通胀数据背后的细节。之前有给大家拆解过，在通胀的数字背后有能源、食物这些比较波动的成分，也有比较稳定的成分，像工资的升幅和房租的升幅。那我们回看这一次10月的通胀数字，其实在工资的升幅、房租的升幅这些数据当中都是涨得蛮多的。就算是能源也是有涨。那什么拖低了10月份的 CPI 呢？我们看到是美国的车子，新车和旧车的销售价格下跌，把整个 CPI 拖下来。那我们再进一步的问一问，美国的车价为什么会跌下来？其实这就是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效应，因为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，当他们去买车子的时候，是借钱去买车的。当利息涨上去的时候，他们以后每个月要供的款就自然会上去。如果车价不跌的话，那升息会使到这些月供增加许多，变相等于是车加价了很多。卖车的公司必须要把车价大幅度的调低，这样才能对冲升息涨来的额外的支出，所以车价下降是必然的现象。随着美国的利息再继续的加下去，或者是维持高位，我们也能预测这个车价还是会往下再跌。特别是二手车，他们是没有成本这个底线，他们可以一直往下跌下去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二手车的车价跌幅要更加的大。那我个人也预测，虽然这个月房租还在往上走，随着经济的放缓，很多的企业开始裁员，而且这些都是高收入的科技人才，所以应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，房租的收入也会往下跌。现在市场在憧憬，随着通胀的受控，美联储未来的加息速度会放缓，甚至会出现转向降息，这使到股票市场是反弹了许多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真的美联储是放缓加息，甚至是转向，这已经在近期的股票市场上涨里面充分的反映了。相反来说，美联储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过它要放缓加息，甚至要降息，这会不会又是市场另外一个美丽的幻想，到最后是失望呢？我们要记得，在8月26号的时候，美联储鲍威尔的讲话就使到市场对降息的幻想破灭，结果美股是跌了好多，所以未来的股票市场的调整的机会还是蛮大的。另外 on the other hand， 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经济衰退、通胀受控，甚至未来的下降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经济的放缓，甚至是衰退，而经济的衰退也会影响企业的盈利，最终使到股票市场下跌。那为什么每一次的经济衰退，
股市都会有个反弹呢？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危险的。我们要明白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经济衰退会导致通胀的下降，甚至到最后是通缩。在这个时候，美联储会降息、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，使到最后股市是上涨。所以，真正使到股市上涨的是美联储的降息和量宽的货币政策，而不是因为经济衰退。但是如果因为某些原因，比如说战争或者是能源商品的供应受到影响，使到通胀上升的话，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经济衰退和通胀同时的出现，也就是滞胀。当滞胀发生的时候，美联储不一定会马上降息和量化宽松。当然，这个发生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。上一次发生的时候是在1970年的时候，因为石油危机，再加上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，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滞胀的年代。如果滞胀发生的话，那对股票市场是非常不利的。如果滞胀没有发生，那也就是说经济不好的时候，通胀下降，甚至有通缩的危险，在这个时候美联储就会降息和量化宽松，那这个时候股票有可能会上升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还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股票市场有没有过度的被抛售，过度的下跌，也就是我说的在熊市末期的时候，我叫熊三，熊市的第三期，熊三的时候，股票价格有没有 free fall 直插。如果股票价格是跌过头了，那之后当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急速的反弹，这就是牛一的反弹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数据，现在的市场基本上是肯定美国的加息会带来经济衰退。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超过92%的机会会有一个经济的硬着陆。当这个发生的时候，股票市场会有进一步的下跌。所以未来的经济衰退加上现在的加息和缩表，如果引发股票市场的大跌的话，那这个大跌有可能就是熊市末期熊三的时候的 free fall 直插。当这个发生之后，股票的价格是过分的低廉了，之后就为牛一的反弹创造了机会。所以牛一市场要反弹的时候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但是我们经常会找一个理由去解释牛一的反弹，比如说是不是经济衰退啦，是不是美国降息啦，是不是什么利好的政策啦。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熊三的时候跌了太多，所以反弹了。那说完了股票，我们来看一看债券市场。债券市场在利息还在上涨的时候是千万不要买，因为利息上涨，债券的价格就会下来。买债的投资者虽然收了一些利息，但是债券价格下来的话是得不偿失。我们要注意，这个利息是市场所定的国债利息，而不是美联储控制的隔夜的 Fed Funds Rate。 所以不同的年期看不同年期的国债利息。所以现在还在加息的年代，通胀还没有下来的时候，就算要投资债券，也不要投资年期太长的，可能是1年之内的短债。当经济开始衰退的时候，如果通胀也因为经济衰退下来了，这个时候债券的投资者就可以入场了。因为当经济不好，通胀下降，利率也会下降，这个时候使到债券的价格上升，债券的投资者是同时收到了利息的收入和债券价格的升值，做到财息兼收。那如果美国放缓了加息，这会扭转美元的强势，特别是今年美元已经涨了这么多了，有充分的条件使到美元转势调整。如果再加上美联储放缓加息，或者美国的通胀下降，这个时候美元就会下降。大家也要小心未来美元的调整。那美元调整的时候呢，可能对黄金会有利，因为影响黄金其实有几个因素，强美元不利黄金，美元下跌可能是有利黄金，因为黄金的价格是用美元来计算的。另外，因为黄金是没有利息的，当美国在加息的时候，黄金的价格会下跌。那美国如果放缓加息，甚至有一天开始降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投资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下跌，也有利黄金价格的上升。在另外一方面，
On the other hand， 黄金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对抗通胀，对冲法定货币的购买力的减少。当通胀受控下跌的时候，黄金的作用也就减少了。影响黄金价格的最终原因是 supply and demand， 需求和供应。需求方面，个人的需求会因为经济好而增加，经济不好和放缓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在经济好的时候，有更多的土豪出现，他们要穿金戴银，结婚的时候要买很多的首饰。在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可能结婚的计划也要缓一缓。那另外一个买家可能是央行，如果世界的央行对美金的信心崩溃的话，那他们会降低美元在他们的外汇储备的比例，而把一部分的资金转到黄金，这时候就有大量的黄金的买盘出现，黄金价格也会上去。还有一帮人是投资者，当他们看到黄金价格涨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涌进来买黄金，把黄金价格更推高。当他们没有看到黄金价格上涨的时候，他们会离场，把黄金价格推低。那最后我们也要提一下的就是这一次黄金价格没有怎么涨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部分的黄金投资者觉得虚拟货币是数码黄金 （digital gold）， 把资金放到虚拟货币去了。现在随着虚拟货币泡沫的爆破，很多人看到虚拟货币不能够代替黄金的地位，我个人觉得逐渐的也有一批的资金会回到黄金的市场里面。那最后讲讲房地产，我个人觉得如果房子你要买来自住改善生活是一个消费，只要你有钱什么时候都可以买。但如果作为一个投资的考虑的话，我们要考虑3样东西。第一个，现在的1年美国国债利率已经超过4% 了，如果你投资房地产的话，租金减掉供楼的利息，可能收入也没有4%。那为什么要去投资房地产这么麻烦，而不把资金放在国债里呢？第二，加息对楼价会不利，加息使到供楼的成本增加，那楼价也会要下调。所以在加息的年代里，楼价下跌的可能要比上涨的多。你买楼收租，收来的钱又没有投资国债的多，还要面对楼价下跌的风险，那为什么要去投资呢？最后经济不好的时候，租金下调的压力和空置率都会上去，所以现在不是投资房地产的时候。在美股方面，我会耐心的等待熊山的出现，熊山之后我才会大胆的去捞底。在熊山没有出现之前呢，我只会投资一小部分我觉得有超级潜力会是10倍股的股份，然后也要做好对冲。你之前不是说真正的大跌可能还没有来，但是最近我看到你买了很多的股票，也赚了很多的钱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，投资一定要放眼全世界的市场。在 YouTube 视频里面呢，大多数的观众所关心的是美股，之前我所说的都是美股。我个人也是觉得真正的大跌在熊山末期那个 free fall可能还没有来，很大的机会会在未来出现。我个人是比较谨慎的，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熊山的下跌，在中概股、中资股和香港的股市10月底是发生了。过去我也提到过，中国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周期是走在美国之前。中国的经济在去年已经因为内房和新冠疫情放缓，中国人民银行也在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放宽它的货币政策，而今年的上半年，中国的经济是面临着更大的挑战。在10月底，再加上刚开完的20大，西方普遍的媒体对中国是非常的悲观，导致港股、中概股和 A 股在10月底的时候是出现了熊市末期熊山的直插，在市场大多数的人非常悲观的时候，熊山的直插是出现了，而熊山的直插出现之后，正好就是牛一的来临之前，在那个时候我就大量的在港股、中概股里面抄底股票。最近巴菲特买了很多台积电的股票，你怎么看呢？我们 always 可以从巴菲特股神身上学到很多东西。在这个新闻当中呢，我学到几样东西。第一个，我们放眼全世界，
巴菲特也是放眼全世界，不会局限他的投资在美国本身。第二呢，巴菲特是不喜欢高追的。当年他在香港是很低价的买了很多的比亚迪的 H 股，赚了30多倍之后，当这个比亚迪的股票已经非常高的时候，在香港的股票市场里边减持比亚迪。同样的，台积电的股价经过之前的调整之后，可能巴菲特看来已经是非常的便宜了，所以他把资金进入台股，买了很多的台积电。第三个我们要学到就是不要给过分悲观的情绪、很多的负面新闻影响你的投资。相反来说，是很多负面新闻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，这可能真正是一个股价跌到了非常低的时候。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要懂得怎么去计算一个公司股票的价值。当这个股价低于它的价值的时候，这就是价值投资法的精髓。所以巴菲特再一次看到机会，挥他的棒了。那港股、中概股最近是涨了好多，我们要小心，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获利回套的压力，但是长远来说呢，我觉得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看到这里的你，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。我也邀请你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